人人都道继母待我宽厚和善，可17岁这年，他借着这份假意温情，把我母亲生前给我定下的安国公小世子换给了他的亲生女儿张舒雅。张淑晴，母亲平时再宠你再惯着你又怎么样？真正高门大户的实惠婚事，最后还不是落在了我身上。哦，母亲新送来的荔枝，妹妹尝尝。张淑晴，你少跟我在这装傻。我说我嫁得比你好，以后我就是国公府的主母，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你一个商户人家养大的，懂不懂什么叫国公府主母？你以后再厉害，现在母亲也是待我比对你好。自我出生，母亲就私下给我攒嫁妆。你日日说母亲待你更好，母亲可曾给过你1分1毫的嫁妆？母亲不给我攒嫁妆，是因为她攒再多，也比不上我亲生母亲留给我的。放屁！我的嫁妆是父亲和母亲一起寻摸的，承载了他们对我的爱。哦，我亲生母亲给我留了18家商行和6艘大船的嫁妆。妹妹，你父母那份无价的爱，能买得下我一条船吗？姐妹一场，看在你替我挡灾的份上，我真心建议你，成婚前最好仔细查一查你那位好世子。你就是嫉妒我，嫉妒这么好的婚事落到我头上。你们商贾之女一身铜臭，看啥都是钱。世人都道继母慈爱，说是上京城活得最恣意的小姑娘。继妹冒着漫天风雪去书院求学的时候，我窝在小榻上看画本子，每到酷暑，继妹都在外刻苦练习武技，而我总在纳凉处闲读画本，邻里都夸赞继母待我温柔偏爱。直到2家婚事调换之事传开，众人方才看懂继母一味骄纵我的深层用意。可继母800个心眼子，怎么就只用在了内宅呢？但凡他仔细打听打听，也该知道，那安国姑世子性情优柔，凡事斤斤计较，全无大丈夫格局，成婚仅为延续家族血脉。淑晴，这种情情爱的东西看多了会把脑子看坏的，听父亲的，咱不看啊。老爷，淑晴自小在沈家长大，我一直牵挂着，如今好不容易接回来，我只想多顺着她，跟她培养一下感情。我还没和淑晴一起逛过街呢。掌柜的，把你们店里最好的首饰和衣料都拿出来，记在张府账上。这张家主母待刚回府的嫡出大小姐，可真是格外的好啊！是啊，亲生的也不过如此了。这可是宫里赏下来的蟹黄酥，我辛苦在书院读了1天书，你们竟然一块都没给我留，凭什么全给了大姐？小姐，夫人这般捧杀您，外头的人都说她慈母心肠，可奴婢瞧着，她分明是想把您养废了。这酸腐玩意儿才真坏脑子，他们瞧不起商户，却不知我外祖沈家的底蕴。难怪您白日里只管看戏，二妹妹天天练琴，可我觉得这算盘声才最动听。既然夫人想捧杀，那这白送的舒服日子我便受着了。小姐，咱们在京城新拓的2家商行，这3年收益极好。不过您让奴婢暗中调查的那位安国公小世子，查出脏东西来了。说那小世子表面道貌岸然，背地里竟是个断袖。他瞒得极深，娶妻只为传宗接代和遮人耳目。在江南，断袖之人敢做敢当，外祖父都高看一眼。这小世子倒好，藏着掖着，打量着让我进门当冤大头呢。那这门婚事咱们怎么退？用不着咱们动手。我那面慈心苦的继母，最近不是正变着法儿要把这婚事换给二妹妹张舒雅吗？我正求之不得。淑晴，父亲有话直说就好。安国公家小世子在书院和舒雅情投意合，你也知道安国公高门大户，他们家要的可是当家主母。就这，继母筹谋这么些年，目的居然就是为了这根虚伪的弯黄瓜。父亲可仔细打听过世子，女子婚姻是大事，万不可草率。女子当有自知之明，以你的资质，就算强行嫁进国公府，也不过是贻笑大方，还不如让给你妹妹。贻笑大方嘛，那我可真是期待呀。那安国公府会容忍咱们随意更换成亲的人选？国公夫人最重规矩，你妹妹在京城似有才名，如今你们交换，国公夫人只有拍手称快的。她必定拍手称快。对比我这样必揽爱享乐的，
张舒雅那守规矩的才更好拿捏。既然父亲已经决定，女儿无话可说。你知晓轻重便好。大姐，今儿可是国公府下聘的日子，母亲往日再宠溺你，这天大的实惠终究还是落在了我身上。是，那母亲新送来的荔枝，妹妹尝尝。母亲不给我攒，是因为她知道，张家所有的家当加起来，也比不上我亲生母亲留给我的18家商行和6艘大船。我的嫁妆承载着父母对我的爱，少拿钱来显摆。姐妹一场，我建议你最好去查一查你那位世子爷。你就是嫉妒我，嫉妒的口不择言。我母亲是清流世家嫡女，和你那商贾出身的娘可不一样，你活该一辈子带着铜臭味。小姐，前2日您用嫁妆把二小姐气走后，夫人转头就跟老爷吹了枕头风，这不，老爷生气呼呼的往咱们院子来呢。该来的总会来。你妹妹婚期在即，你母亲辛苦操劳，你倒好，日日在自己院子里偷奸耍滑。不知是什么事让母亲如此操劳。你妹妹婚期已定，国公府家大业大，我们往日给你妹妹攒的嫁妆到底不够，你母亲着急上火，你也不知道帮你母亲分忧解难。那简单啊，国公府的婚事本来就是我的，刚好我亲生母亲也给我准备了足够的嫁妆。既然母亲着急上火，直接把我的婚事还给我，这样母亲也不用焦虑，父亲也不必责备女儿了。为父不是责备你，只是心疼你母亲日日操劳。母亲为何操劳？不还是因为妹妹嫁妆不够，我直接嫁过去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舒雅和世子婚期已定，前尘往事切莫再提，传出去终归是不好听。原来父亲也知道妹妹抢姐姐的婚事很不光彩啊，难不成妹妹抢了我的婚事还不够，还想把我亲生母亲留给我的嫁妆也抢走？还是说我没在父亲膝下长大，父亲就当真一点都不疼我？你们是一家姐妹，当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抢我婚约，夺我嫁妆，这就是父亲所谓的姐妹情谊。小姐，您一直配合他们的小伎俩，他们还真当您是泥捏的了。张淑琴，是。国公夫人让我带个话，若是张家实在拮据，二小姐不带嫁妆也是一样的。咱们2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实在没必要在外面卖惨。母亲，您瞧瞧国公府那态度，这可让我以后怎么抬得起头啊！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哭得这样伤心。张淑晴，你专门来看我笑话的是吧？我是没有你那行商出身的外祖家，嫁妆也没你多，你得意什么？妹妹这话我就听不懂了，不是你们故意给国公府示弱，方便日后妹妹嫁进去，好让他们别挑嫁妆的毛病吗？如今人家都安排媒人上门给准话了，妹妹怎么还不开心？行了，你们俩有功夫在这儿拌嘴，还不如试穿一下10日后去裴将军府上参加春日宴的衣衫。母亲，您怎么能偏心成这样？母亲就算偏爱我，大面上也要过得去啊。妹妹穿这样一身，在我旁边倒衬托得跟个丫鬟一样。小姐，您真神啊！夫人和二小姐刚才在院子里大吵了一架，夫人气得心口疼，都叫了府医了。也就这点出息了。好妹妹，快饶了我吧！我自小在商户长大，胸无点墨，这诗书更是不通，就不去凑热闹了。哎呀，大姐，怕什么？不还有我呢吗？放心吧，有妹妹在，绝对不会让你丢脸的。哎呀，妹妹，我知道你疼我，怕我答不上来被人嘲笑，但这种骗人的事，大姐是万万不能做的。大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快松手！既然是妹妹亲手写的大作，理应拿出来让大家伙一起欣赏欣赏妹妹的惊世才学，怎好糊弄成是我的呢？
哟，舒雅怎么还帮自己姐姐作弊？就是这种风雅的聚会，作弊可就没意思了。大家先别急着说，舒雅写的诗在咱们京城向来是拔尖的，她也是爱姐新春。咱们不如一起瞧瞧舒雅今日写的新诗，也算饱饱眼福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我写的不好，别污了大家的眼。妹妹太谦虚了，听说妹妹的才艺在上京城都是数得着的，今天我也跟着大伙儿一起开开眼界。以前天天听人夸她是才女，也不知道她之前写的那些诗是不是也这么借来的。自己抄也就罢了，还把抄来的诗塞给自家姐姐，这万一被当场认出来，背黑锅的可是大姐。看不出来她竟是这样心机深沉的姑娘。我没有。唉，妹妹定是拿错了纸张，都怪我笔墨不通，粗鄙不堪，不然也不至于累得妹妹如此为我周旋。诸位，我自罚3杯。痛快！谁说女孩子就一定要精通诗书，天天咬文拧字的？本姑娘就不爱读那些老石子。我听说抒情姐姐外祖家在江南行商，抒情姐姐耳濡目染，这看账本的本事肯定是1等1的，这不比写诗有趣多啦？就是，女孩子难道就只有一种模样吗？对啊，就像我最喜欢的那个写神仙话本的小春生，听说也是个女子呢。谁说咱们女子就只能一辈子锁在内宅相夫教子了？哎呀，知音啊！来，就冲咱们女孩子的10000种可能，咱们必须得再干一杯！干杯！往后谁要是再敢拿不学无术挤掰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还有我也干了！我原本以为京城的人个个都长了双势利眼，没成想这场宴会倒让我交到了几个极合脾胃的真心朋友。跪下！你可知错？父亲容禀，孩儿是不想平白盗用了妹妹的才学，更不想自己胸无笔墨还跟别人装像，这才会当众把那诗稿交出去的呀。可孩儿实在没想到，妹妹塞给我的居然会是崔大家的诗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明摆着告诉整个京城我不学无术，还打肿脸充胖子吗？抒情，你想多了，你妹妹她定是忙中出错，拿混了纸张。她本来是一心想要帮你。我自小在外祖父家长大，身边没个能说话的亲姐妹，见了二妹妹就亲近的不得了。今日在宴上，孩儿也极力替二妹妹周旋，跟大伙解释说二妹妹绝对不是故意的，奈何那些人居然都不肯信我。行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女儿告退。父亲，继母。这就装不下去了吗？这可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夫人真是好计谋，既打发走了您，又能光明正大扣下您的嫁妆。小姐，咱快给老太爷写信，张家欺人太甚。好了，这点事就要哭着求外祖父了，对得起外祖父这么多年手把手教我。小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一旦夫人把您送进宫，哪怕咱们有再大的本事也出不来了。我问你，宫中现在什么局势？皇后娘娘有子万事足，一心教养太子。如今宫中最受宠的是淑妃娘娘，她本是顾家的庶女，一步步爬到了淑妃之位。那你觉得我好看吗？我的小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再自恋也该看看时辰啊！急什么？我的筹谋可不止于此。您的意思是，淑妃娘娘辛苦爬上高位，最怕的就是家世好又漂亮的女子入宫争宠。如果淑娘娘知道我长得足够好看，你猜她会怎么做？她肯定会第一时间就给您赐婚，到时候两眼一摸黑，咱们可如何是好？那如果我在她赐婚之前表明自己心有所属呢？您什么时候有心上人了？奴婢日日跟在您身边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说？现在是纠结这些的时候吗？小姐，您这继母当真是面甜辛苦，但凡您软弱一点，就要被生吞活剥了。别说这些有得到了，你家小姐的命运还掌握在你手里呢。
你听说了吗？那刚回京的张家嫡出大小姐，竟然是咱们京城第一美人！真的假的？那今日这荷花宴，岂不是专门为她办的？倒也不用造这般大的事。小斐这丫头宣传的也太猛了。这位小姑娘长得可真好看，快过来，让本宫公瞧瞧。七郎，臣妾一看到这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就忍不住想起第一次入宫见到七郎的场景。臣妾得遇良人儿，如今看着他们，也忍不住想做一次红娘呢。生生对朕的情谊，朕永志不忘。七郎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不知张大姑娘可许了人家？回娘娘的话，不曾。哦，听说你妹妹抢了你的亲事，本来国公府定下的是你。娘娘容禀，因为臣女自幼在外祖父家长大，国公府一直以为我们张家只有一个女孩，所以才对外说定下的是张大姑娘。这一切其实都是一场乌龙，你倒是不争不抢。说句不知羞的话，世子爷和妹妹在学堂日久生情，臣女在江南也很倾慕崔家二公子，缘分之事如何争抢？倒是有趣。七郎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臣妾虽然是小女子，但也想成全张大姑娘。生生决定即可。瞧，这不就成了？寥寥几句，我不仅和那虚伪的安国公府扯平了干系，还白了一道和崔家二公子的赐婚圣旨。抒情到底好福气，崔家是真正的簪缨世家，崔家二郎在战场上也赫赫有名。多谢母亲赞赏，女儿也没想到会有这等好福气。小姐啊，那崔家二公子整整比您大了12岁，您在江南没听过他的传闻吗？他当年和那边关孤女爱得轰轰烈烈，好事者还把这故事写成了画本子卖呢。听过啊，不仅年纪大，死过老婆，心里还揣着个白月光。您既然知道，怎么还上赶着往里跳啊？您瞧瞧您自个儿，如花似玉一个小姑娘，难不成图她年纪大，图她不洗澡？你家小姐的脑子还没坏到那个份上。那您到底图她什么？追星。我的好小姐，谁不知道小春生是个女子？您追的哪门子星啊？她是崔家的三夫人，所以我要做她二嫂，日常催更。你动脑子想一下，崔家是在哪里？泉州？那不是老太爷的地盘吗？总算开窍了。我外父沈家和崔家是旧识，崔家伯母先前多次抱怨，说他家二儿子要打一辈子光棍。既然他桃花运差，那我利用一下怎么了？小姐，您确定？我先前经商时和崔二打过很多次交道，他曾向我坦言此生不准备再娶妻。那我利用一下他夫人的身份怎么了？我巴不得赶紧带着嫁妆跑路。崔家二公子本身就是大龄剩男了，如今那边还想把您的婚事往后推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如果我真心倾慕崔二的话，他这招着实有用。但崔二本身就是挡箭牌，京城还有一出好戏还没来得及看呢，这么早就走了，我还不乐意呢。二小姐还有1个月就要出嫁了，您说他们要是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谋取的乘龙快夫，实则是个弯黄瓜，他们会怎样？拭目以待呗，好戏不看白不看。这桩婚事本应该是你的，谁知国公夫人看不上你，非要把成村人选换成你妹妹。那就恭祝妹妹新婚顺利，万事同心吧。小姐，您可真会内涵，二小姐嫁给这样一个男子，如何顺累顺心哦？这就不是咱们该操心的问题了。贤婿，随我去书房，咱们爷俩好好聊聊。是，岳父大人。
可是世子爷待你不好，国公夫人苛待你。不曾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说呀！是想要急死我吗？既然妹妹和母亲有提几话要说，女儿便先告退了。火烧的还不够旺，那我就再给他们增加点柴火。小姐，您猜奴婢今日出门发现了什么天大的新鲜事？怎么了？莫要吊人胃口，快些说。奴婢今日在桂花巷瞧见安国公小世子了。妹妹爱吃麦香斋的桃花酥，那店不就在附近？妹夫和妹妹成婚才4个月，当真是夫妻情深。哎呀，我的好小姐，奴婢是瞧见世子爷进了桂花巷的一处深宅大院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妹妹和妹夫可是上京城有名的家有天成，容得你一个丫头在这胡乱偏配？奴婢亲眼看到的，姑爷进了桂花巷13号宅子，谁不知道京城里的爷们儿最爱在桂花巷养外室？小姐，您未免也太单纯了些。放肆，满嘴胡言，败坏主子名声。罚你3个月的月金，给我跪在这儿好好反省。行了，起来吧，给100两银票，拿去玩。谢小姐赏，这下好了，好戏总算是要开锣了。夫人和二小姐但凡在江南好好打听打听小姐您的名号，就该知道，在这世上惹谁也不能惹了您去。赶紧喝，嘴里没东西就爱叭叭。我好不容易摆脱了有仇必报的名头，你还提？我在家中勤勤恳恳管家理事，我日日辛苦操劳，你在外面逍遥快活，凭什么？妈呀，大姐！国公府小世子竟然是个，真是什么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你给我闭嘴！血，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！快上马车！这都是造的什么孽啊！小姐，幸好二小姐抢走了您的婚事，不然今日在这全京城面前丢人现销的可就是您了。闭嘴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国公府的小世子无论如何都是人中龙凤。奴婢知错。唉，世子夫人气急攻心，腹中胎儿保不住了。亲家来了，舒雅这孩子没轻没重，有了身孕也不知道，还馋嘴到外面去买糕点，我可怜的孙子啊！这是什么颠倒黑白的刻薄黑莲花？张舒雅遇上这样的婆母，真是她抢夺我婚事的报应。你们世子喜欢男的，居然还敢拉我女儿下水！我今日跟你们拼了！写，立马让你儿子写放弃书，不然今日我就在这国公府跟你同归于尽。好，我答应，我写，立马和离。你把簪子拿开。什么人也都敢跟我撒野了！我今日话就放这儿了。张舒雅想要从我国公府出去，要么我死，要么她死，否则没门儿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赶出去！我一定要让国公府付出代价！母亲，国公府欺人太甚，咱们绝对不能妥协。淑晴，你妹妹今日受的苦，都是为了带你受罪啊！真是有意思，当初抢婚的时候像抢了宝贝，如今丑事爆出来了，倒成了带我受罪。母亲，咱们得去圣上面前告他们骗婚。荒唐！嫁娶之事乃是后宅私事，圣上日理万机，如何会管？您忘了，
圣上年初就开始削藩，如今上京城就国公府家大业大，咱们这时候去告，等同于给圣上递一个收拾他们的梯子。只要国公府倒了，圣上心里总会记着我们张家的好。对，说得对，你先下去，我这就找你父亲商议，你快回去歇着。小姐，您怎么还主动帮他们想办法？他们如今完全是自作自受啊！山人自有妙计，过2日你就知道了。圣上，臣要状告安国公府卑劣骗婚，臣手里更有安国公府勾结地方、搜刮民脂民膏的铁证，求圣上为臣做主啊！国公府这群老夫子，居然在朝堂上各揭老底，连我当年的旧账都翻了出来。老爷，那圣上如何发落的？国公府的大半田地铺子全被圣上强行收回，可我的官职也因此被连降了3级。大伙都来瞧瞧啊！张家二姑娘张淑雅过门没几天就擅妒成性，硬生生做没了我们国公府的孙子。放你娘的狗屁！你那好儿子自己好，才害得我雅儿小产，你个老婆婆还敢来我家泼脏水，我跟你拼了！打得可真热闹。真是不嫌丢人。我可怜的儿啊，你怎么瘦成了这副鬼样子啊？都是国公府那群杀千刀的害了你啊！小姐，奴婢刚才路过二小姐院子，您猜怎么着？说，奴婢亲耳听见，夫人正拉着二小姐的手，在屋里拍着大腿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念叨：“聪明反被聪明误呢。”若不是他们贪心算计我的婚事，又何至于落到这个地步？来，今晚高兴，多添一碗大米饭。好嘞，奴婢今晚也非得吃个痛快不可。二小姐要偷情，老爷，你快去看看！小姐快些，二小姐又开始作妖了。就他们这点拙劣的道行，怎么敢跑来碰瓷您的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国公府那群老不死天天到咱们大门口败坏我的名声，我出门都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。唉，清者自清，你且振作起来，我和你母亲在前面撑着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。快别提母亲了，要不是她当年一门心思想要谋取姐姐的婚事，我何至于陷进如今这吃人的漩涡里？还有您和母亲一样没用，这么大的消息都探查不到。你怨我？但凡您当初直指母亲换婚，我今日又何至于落得这般田地？跟我说话嘛！死了女儿都不能走！父亲您怎么了？大夫，快叫大夫！老爷这是怒急攻心，中风了，以后口不能言，手不能动，整个人怕是都要躺在病榻上度过余生了。小姐，奴婢记得以前沈家的老府医说过，人若是怒急晕厥，是千万不能胡乱移动和摇晃脑袋的。您刚才在井边，我刚才不过是急着尽孝罢了。他运筹帷幄了大半辈子，当年用感情诱哄我商贾出身的母亲，骗了沈家的万贯家财，却从未善待过他。如今他自吃恶果，躺在床上成个废人，也算天道好轮回。明日女儿便要出嫁了，出嫁前特来跟父亲告别，顺便送您几件临别礼。世子爷被南关反杀并谋取所有财产的消息传来后，继妹就绞头发去青云观当姑子了。您运筹帷幄，不惜牺牲我也要满足继妹，结果害得继妹落下如此下场，可曾后悔？
你有什么立场指我？当年我母亲嫁妆中的那10万两银票到底哪里去了？我也懒得要你的回答。堂堂张家竟然以感情诱哄商户女子，口头许诺一生一世，背地里和青梅竹马打得火热。就因为我是商户之女所生的孩子，母亲去世，您立马把我送走。如今长大回家，你也处处偏袒，你知道我有多讨厌您吗？我以为你是个任人拿捏的小羊杆儿，没成想你竟然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崽子！您一直都对自己过度自信，把国公府婚事换给继妹时，接我回府仍然是。但凡您仔细打听打听，就该知道我在江南就是有仇必报的性子。国公府为什么允许你们朝令夕改？您居然也不仔细思索思索，天上掉馅饼您就敢接，也不怕把自己砸死。小姐，您为什么不连夫人也一起收拾了？你家小姐我啊，如今想给自己骗一个好名声。我信了您的鬼，好小姐，求求您了，快告诉我吧。张家事大时，继母放了很多印子钱，也得罪了不少地痞流氓。这朝中弄权的到底是心眼子多，谋划了你的婚事还不够，还想把你送到那不见天日的地方。但你向来有主意，怎么把自己跟崔二绑在了一起？您说女子抛头露面要有个由头，如今崔家在前面给我挡着，谁还能说我闲话？再说崔家离您多近啊，在您身边我还能吃亏不成？好在嫁到了泉州，这里我们沈家还是能说得上话。如若你和崔家二郎处不来，圣上赐婚没办法明面上和离，但给你一个舒适清静的空间还是做得到的。我就知道，任何问题在外祖这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小心台阶。这声音和我想象中那些粗野狂放的沙场武将完全不一样，倒像是个温润如霞的谦谦君子。倒映在沉睡的蓝色湖面，拂过指尖。听说你在大殿上当着众人面跟我告白，我真有这么好吗？这厮居然以为我是真心喜欢他。往日你年幼，我也没往那上面想过，竟不知你什么时候起了心思。既嫁进来了，别的不敢说，我必定敬你、爱你，一心待你。这画风怎么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？谁来救救我啊！我们崔家人口简单，既入府就要和大家和睦相处，遇事不决就去问你大嫂嫂。这该不会又是另一个面台辛苦的继母吧？算了，先拿嫁妆试试水，看看在这崔家到底要如何生存。母亲，这是媳妇孝敬您的一对手镯，还请母亲笑纳。母亲，这太贵重了，媳妇不能收。你嫁进来前，我特意让你大嫂帮忙打听了一番。打听？是我在江南有仇必报的事情暴露了，还是我在京城好吃懒做骄奢喜乐的事婆母知道了？母亲，媳妇在京城时，你小小年纪就在祖家长大，虽然外祖父疼你爱你，到底是寄人篱下，身边没有亲娘，必定没法事事周全。能遇到婆母这样慈爱大气的长辈，是我的福气。以后你就知道了，
能遇到你，才是咱们整个崔家的福气。母亲，孩儿自幼在这江南长大，怎么就又没早点遇到您呢？以后在我们府上也一样的。母亲只有3个臭小子，就喜欢你们这些乖巧的小姑娘。小姐，您这几日天天琢磨着给大嫂上送什么礼，奴婢瞧着您这是真把崔家当自个儿家了。我贪恋婆母的温暖，为了她，我愿意试着融入崔家。鉴于婆母对大嫂嫂绝对的推崇和信任，我决定和大嫂嫂好好相处。我想着你自小在沈家长大，管理商铺应该不在话下。大嫂嫂竟然将崔家如此重要的商铺大权直接交到了我一个心腹手里，这是多么珍贵的信任！大嫂嫂放心，既然大嫂如此信任，我定会尽心尽力，保证把这些商铺全部理准。小姐，大夫人这走的是不是有点太利落了？这婚事假戏真做倒也不是不行。大嫂是在测试我。你大胆接手就行。大嫂嫂统管全家，早就想有个人给她帮忙了。大嫂嫂不能找3弟妹帮忙吗？虽然夫君老了点儿，最起码爱洗澡，也知道疼人。老夫人、大娘子，二夫人刚一接手，便在商铺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这简直是不给我们这帮老骨头活路啊！是啊，求老夫人和大娘子替老奴们做主啊！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小斐，你瞧，除了外祖父、婆母和大嫂省是这世间最信任我的人，今日咱们可得把这库房里最好的东西搜索出来，给他们送去。那是自然，老夫人和大娘子对小姐是真真切切的信任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抒情，你一进门我就觉得投缘，幸好你到府上帮我分担了不少。大嫂嫂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帮忙。没事，累点就累点吧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你年纪小，正是贪玩的时候，如何能麻烦你呢？大嫂嫂刚刚还说跟我投缘，拿我当亲妹妹呢，怎么跟我也遮遮掩掩了？大娘铁了心要打发我吗？你娘亲呢？娘亲日日在佛堂抄佛经。原来我追的辛小春生3弟妹，在写画片子之余，竟然还要抄佛经。佛堂那般枯燥，亏得3弟妹吃得下苦，静得的心。抒情，福宝都6岁了，我一直想带他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多学一些东西，但无奈我日日要在府上操劳，分身乏术。大娘，虽然福宝很想去外面看看，但福宝愿意听话。多么乖巧可人的小姑娘，不就是想出门见见世面吗？大嫂，如果您对我放心，不如等我出门管理商铺的时候，让福宝跟着去玩玩。二娘，您不会嫌弃福宝宝麻烦吧？我娘亲一直说我是拖油瓶。福宝还是不去了吧，免得给二娘添麻烦。大嫂嫂，我先把小福宝带走了。如果3弟妹找他，您帮我解释一下，我晚上一定安全把他带回来。你做事我放心。小姐，怎么了？自从小姐上回带着小福宝出门视察了一趟，
这孩子简直成了小姐的贴身挂件，日日都缠着您呢。二娘，这是大娘给我留的作业，福宝有一些不懂的地方。这学堂上的功课我也未必懂啊。但我这么大的人了，万万不能在小孩子面前露了怯。关于体面人设，您能想到多少种应用方式以及对应的破解方法？谁能告诉我，崔府当家主母大嫂嫂为什么要给一个6岁的孩子出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？体面的话，是不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扯体面的大旗？比如，如果你不喜欢习武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反驳：女子当注重体面，习武不雅，不学。比如总督家的李小姐总追着大哥哥跑，大哥哥就可以巧用体面。这世间对女子向来苛刻，请李小姐切莫跟着我跑，免得失了体面。那如果是长辈逼你吃不喜欢的菜呢？长辈当慈爱体面，岂能强人所安？二娘，咱们这100种用法可还没探讨完呢。我们小福宝学到体面了。母亲，听您这意思，在体面之前，难不成还有其他的人设课程？别的不说，最起码娘亲的人淡如菊，我是学明白了。小福宝，你再在外面败坏我名声，我跟你没完！崔府如风，我最近努力赶稿子，你可得意了哈！好啦好啦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快松手吧，仔细手疼。二嫂子，我前阵子忙，除了您刚嫁过来请安那日，咱们还是第一次见面。我听大姐姐说，您在闺阁就爱看画本子，刚好我这刚写好的新版还没发表呢，先给您看。刚刚他分明是双手揪着小福宝的耳朵，这叠厚厚的书到底是怎么夹在他手上，而且还没掉下来的？怎么？如今有了二嫂子，这新写好的画本子便都没我的份儿了吗？有，怎么会没有您的呢？这不是我今儿拿不了那么多吗？一会儿我就让丫鬟给您送来。哦，给二嫂嫂的就是亲手捧来的，给我的就是丫鬟送上来的。这本先给婆母，等三弟妹让丫鬟把新的送去我房里就行。你们俩幼稚不幼稚？我就这么一个二娘，你们要是给我吓坏了，我跟你们没完！二娘，别理这俩戏精，咱们走。我原本以为高门大户里全都是勾心斗角，却不曾想这崔府的生活不仅没有我想象的复杂，反倒着实比我想象的热闹了许多。二娘，三姨写的女主可会讲道理，下次街上掌柜要是糊弄咱们树账目，我也学着画本里的反法怼人好不好？画本只是消遣，咱们手里握着公道，不必事事针锋相对。抒情，方才是我贪心，总想着有人分担，便一股脑全都丢给你。这些绸缎铺账目我自己留一半核对，大嫂无需见外。打理商铺与我本就是乐事，带着福宝出门反倒热闹。知道你日日队长手粮，这帕子是我亲手绣的。抒情，我一见你就真心喜爱。你瞧，小福宝跟着你见了几次时光，人都沉稳大气了起来。大嫂，您上回塞给我那一摞账本的时候，也是这么夸我的。大嫂那不是看中你吗？如今我想着，一个也是牵，两个也是放。以后啊，咱们家3个孩子，除了去书院的日子，其他时间都跟着你一起见见外面的世面。大嫂，您这主意打得可真响，我怎么觉得您这是在明目张胆的拿我当免费长工使唤呢？二娘，你就答应吧，大哥哥和大姐姐他们比我还要聪慧好学。
以后我们4个一起出门，保管那些铺子里的掌柜，一个都不敢糊弄我们。等一下，我明明是带着万贯家财来崔府享清福、日常追星的，怎么到头来不仅要管家理事，甚至还成了带孩子的孩子头了？二娘快来，这里花好多，我给你编大大的花环。慢点儿，别扎到手，野花梗上有小刺。不怕，我仔细着呢，专门挑软枝条摘。都过来歇歇，先垫2口点心。等下咱们沿着河岸往前面桃林走。二嫂嫂，上次你说江南码头商船往来特别热闹，快再跟我讲讲，我正好记下来写进新话本。等会儿坐下慢慢说，先吃点心，不然凉了就不香了。方才跑太近，河边石头滑，下回慢些，当心摔着。祖母3姨全都带上，咱们今日都是花仙子，心意最重要。外面卖的珠花哪有我亲手摘的好看？伏法可别只顾着玩，等回去还要写功课呢。二娘帮我跟大娘说说，今日踏星能免掉功课。功课哪能免？不过等回去我陪你一起写，遇到难懂的我慢慢教你。商船掌柜讨价还价是什么模样？会不会有人故意刁难账房？小姐慢些喝，冰糖水凉，可别再呛着。二姑父你快看，甜滋滋的，你也尝一口。味道确实清甜，回头让厨房多做些，留着平日里喝。二娘你看，我打出去3个水花，比上次多2个。歇够咱们往桃林走，那边桃子快熟了，顺路摘几个尝尝鲜。咱们慢慢走，不用着急，春日风光难得，好好逛一逛。二娘，前面有做糖人的，咱们快去瞧瞧。慢些走，街上人多，跑丢了可找不到你。我要一条大龙，最威风的那种。二娘你尝一口，甜得很。卖桂花糕嘞，软糯香甜的桂花糕。我还要吃桂花糕，上次大娘买的那个软软糯糯。二娘，咱们买小针线，回去我学绣小花给你。二娘，咱们下次也来买风筝好不好？我想放最高的那一只。下回天气好，我带你来。今日先逛完集市再回府。晃得脚发酸。二娘，等会儿能不能抱我一小段路？前面石凳歇歇，吃块桃子再走。等回去让厨房给你做秘制桃肉。看我这个有满肉和肉，再看看家务有2着，这给霞娘去。二娘，这算盘噼里啪啦响，我字都写歪了。心静才能写好字。外面孩童玩耍吵闹，书房尚且安稳，这点响声便耐不住，入后遇事更难沉下心，失了沉稳体面。二夫人，城西布庄送来今日进货账目，需您核对签字。二娘，这么多数字，您不会看错吗？凡是有据可查，或银3句对上才作数，若是含糊糊弄，便是两边都失了体面。掌柜欺瞒是品行亏空，我疏于核查是管家失职。那我也记我的点心丝线花销，以后不乱花东西，也算守住小体面。先写完这页课业，二娘处理完府中事务，带你去库房挑新丝线。符文脊背挺直，歪身符文既伤身子，看着也仪态潦草，算不得大家小娘子该有的体面模样。你转告门外管事婆子，严格按照账目发放伙计月钱，叮嘱待人宽厚，切勿苛待下人。二娘，你看我全部写完，一笔也没偷懒。方才你这再都记下。知错及时更正，不遮掩疏漏，也是难得的体面心性。走，咱们去库房挑丝线，再取2碟桂花糕当点心。嬷嬷，麻烦您取那捆粉线给我瞧瞧。贸然拉扯绸缎，举止粗莽，失了体面。掌柜主动认错，没有遮掩过错，便是守住了为人的体面。知错能改便是本心，待人留余地，行事守分寸才是持家根本。贵重器物不可随意乱动，肆意取用他人物迹，是不懂分寸，有损体面。长幼有序，争抢吃食，举止不雅，守好礼数，便是小家体面。小姐手巧，这小荷包绣得真好看，还差几朵小花没绣完呢。等做好了，我送二娘一个，也送你一个。那奴婢可就等着小姐的礼物了。回头我拿新丝线给您送来。唉，我怎么觉得在崔府的日子走向不太对？我的好小姐，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崔家家风清正，姑爷温柔体贴，甚至大夫人和三夫人都是知礼好相处的，您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知礼好相处是吗？那谁来告诉我，为什么我在张家的时候日日骄奢享乐，到这里来不仅管家理事，还要带孩子？
娘子今日累着了。若是大嫂和三弟妹再拿那些琐事和皮猴们来烦你，明日我便替你上门去推拒了他们。那倒不用，小福宝他们倒也听话，我不过是抱怨2句罢了。那先喝口甜汤，别的不敢说，往后在这府里，我必定万事顺着你，疼你，宠你。罢了，管家带娃虽累，但有这般知冷知热的夫君，还有那般和乐的妯娌，这崔府的日子倒也算得上是另一种享乐到底了。